提了仰望 U9或者订了仰望 U9，等到时候车来了的朋友啊，我出5万块钱一天，然后租您的车，如果撞了，我就全款买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啊。今天我们来聊一台这个现象级的这个国产电动超跑，定价168万的比亚迪仰望 U9。哎，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很多的这个宣传人员，头好多天就已经开始宣传造势了，什么赛道圈速无敌，这个吊打法拉利这个 SF90 10%，什么新时代的这个电动超跑根本不需要声浪，旧时代的那种老旧燃油车的什么 V8、V10的那种声浪，那都是噪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比亚迪仰望 U9 推出来，这不仅仅只是一台超跑这么简单，甚至他们连超跑的定义都要颠覆，说超跑这个名词的定义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带进来的，说我们自己推出一个电动的超跑应该重新换个名字，还说什么推出仰望 U9 这是重新定义了超跑市场的格局，定下了未来10年、20年甚至100年的这个超跑的这个重新的定义。什么推出仰望 U9 是为了争夺关于西方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超跑的这个话语权，然后还说什么我可以这个推出7.98万的琴，但是我如何拯救这帮跪久了站不起来的人就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暴论那我们今天呢就重点来聊一下这台定价168万的仰望 U9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拿到车，也没有体验，但是我们可以隔空云评测对比一下，对吧？看看它真的跟那些老旧时代的燃油超跑，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超跑卖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品牌，品牌带来的溢价。那你想想，法拉利、保时捷、迈凯伦以及所有的这些超跑品牌，它能卖上这么高的溢价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至少曾经到达过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高度，不管你是跑什么赛道，跑什么比赛也好，对吧？法拉利跑 F1 嘛，保时捷跑勒芒嘛，迈凯伦跑 F1 嘛，那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超跑品牌也都是一样嘛，你包括莲花也是跑 F1 嘛，它有那么多的成绩摆在那儿，才能给它这个品牌形成很强大的背书，对吧？这是老派的超跑品牌，它去推出一些民用车，它之所以能带来那么高溢价的原因，对吧？那比亚迪有什么？比亚迪有参加过什么赛事吗？比亚迪有在什么特别牛逼的赛道上刷过很厉害的圈速吗？比亚迪之前有过什么特别好的那种赛道底盘调教的经验，或者赛事的那种参赛的经验吗？通通没有。他以前就是一个纯做家用买菜廉价车的一个品牌，大哥，他现在突然推出一个超跑，然后在这个车上市发布之前说我们这个车赛道超快还放出各种小道消息就比亚迪旗下的一些豢养的一些媒体人，他们发出来的消息说比 SF90 要快10%，这个是比亚迪自己的人说的，对吧？虽然后来被打假了，被打脸了，然后删除，然后道歉了，但是这个消息是不是他们传出来的，对吧？那你在这个车上市发布之前，你发出来这么多小道消息，你说这个车我操赛道特别牛逼上市之后你跟我来一句赛道并不重要，那是不重要的事吗？你只有像马云一样拥有过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你才能说我根本就不在乎钱这个东西对我不重要，对吧？你自己就是个屌丝连吃个泡面加个肠你都要考虑半天的人，你现在你大言不惭的对全世界人说，上网到处炮轰说我根本就不在乎钱我这人就这么高风亮节，你那是不在乎吗？你赚不到，好吗？所以说比亚迪仰望 U9 这个车，你不是不在乎圈速，你是做不到，兄弟。你只有做到了，你才有资格说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圈速，对吧？你像法拉利的车，
它的赛道版很快，它的民用版的那些超跑其实也不是很快，它调教也都是偏街道的。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法拉利、保时捷的那些超跑，哎，这个底盘特别硬，根本就没法开。一看这种人就没开过超跑。法拉利旗下所有的超跑底盘都软的一塌糊涂，保时捷旗下所有的那些这个除了 GT 系列之外啊，其他的所有的911、718，全部都是软塌塌的啊，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懂。但是呢，有一点啊，法拉利、保时捷，它即便是在底盘非常软塌塌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做出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圈速，没有那么难看的。人家那才叫真正的可街可赛可玩儿，你这个什么玩意儿啊？你就换了一套光头胎，还没有人家那个什么拿街胎做的成绩快，然后跟人家说，哎，我根本就不在乎圈速啊，我们要重新定义新时代的超跑啊，定义你操！还有说以往的法拉利、保时捷都是富人的玩具啊，这个我们比亚迪这个比较亲民你啊，168万跟全世界99%的穷人有关系啊？那不也是富人的玩具吗？啊，你只有一点啊，这个比亚迪仰望 U9 可能跟普通平民百姓能挂上关系，那可能就是1-2年之后这个车的保值率很差。比如说现在它卖168，对不对？可能1-2年之后啊，卖50万的没人要。那如果50万以内呢？那可能这个大多数的中产都能买得起了。但是买得起归买得起，1-2年之后，人家愿不愿意花50万左右的价格去买，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人家极氪001 FR 新车才60-70万啊，1-2年之后可能二手车保值率可能30-40万，比你这个还要便宜，对不对？而且人家那个还是5个座，实用性比你这个强多了，对吧？你要说实用性，你跟人家001 FR 比啊，对，还有一点，这个比亚迪的宣传啊，这个特别喜欢用宏大的叙事，用中外的民族对决来做对比，什么东西都往这上面扯，只要你敢说比亚迪一句坏话，那就是跪着站不起来了。但实际上，这到底是谁跪下来了呢？啊？是不是因为你本身实力不够，人家吹都吹不响？大哥，你好歹你跑一个特别牛逼的圈速啊，哪怕你作弊呢，你现在对吧？你换了胎，你跑出来的圈速也还是不行啊，没有亮点，你咋吹嘛？啊，你总不能说，哎，我们超跑不比圈速，哎，我们比舒适性，那是你跑踢足球，你说，哎，这个按照外国人那套规矩，这个比进球数来决定踢足球哪个队牛逼，这个太资本主义了，我不在乎。我们要这个比吃海参的速度，对吧？这个足球运动员11个队员上场，教练也可以上，这个桌子摆上一排，海参，拿着炫，谁炫海参炫得多，谁的足球队获胜，这是我们中国的规矩，对吧？打篮球，对吧？我1.5米的大高个儿，这个我不在乎扣不扣篮，这个扣篮这种事情我根本就不在乎，对吧？妈的，搬2条凳子上去你都扣不了篮，那是你不在乎吗？你扣不到啊，兄弟，你让我咋吹你嘛？他卖168万，对吧？咱就且不说拿那些燃油时代的超跑来比了啊，咱就拿这个同样是电车的其他的车型来比，特斯拉 S Play。0-100比它快，价格还比它便宜一半，人家还是一个进口车，跪着起不来了吧？对吧？这个比亚迪还是一个纯国产车，对吧？人家进口车进来，好歹还要给国家交一道税，人家交完税之后的零售价比比亚迪这台车还要便宜一半，然后人家还比它快。人家还比他轻，大哥，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呢？拿脸吗？擦着地，这个我是中国品牌，特斯拉是美国的，所以我就一定要比他牛逼。谁转圈我能原地转圈我能原地转圈我能跳舞，我是超跑，我能蹦起来。然后
BGM 再上一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尽量呢，咱还是把这个功夫多花在这个车子本身的动力和底盘的调教上面，咱还是别做这种现眼包，行吗？你且不说，你说拿特斯拉出来比太欺负它了，咱就拿极氪001 FR 来比。极氪001 FR， 人家同样也是差不多1300马力，人家5座车。人家敢拉到浙赛去刷圈，人家敢公布车载，人家敢公布刷圈用了什么轮胎。比亚迪发布会干什么？什么都不敢。轮胎信息没公布，车载没有，就公布了一个圈速。我在上赛，连浙赛都不敢去啊，非得挑上赛这么个地儿。为什么挑上赛？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上赛大直道多，这个车的马力优势能发挥出来啊。第二点呢，就是上赛不对普通人开放，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这个圈子到底是真是假，因为你对比不了。高啊，这一招高，太高了。然后最后还有一点，超跑之所以能卖上价，除了要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过往的很大的荣誉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他妈你得帅啊！你看看仰望119那什么造型啊！这个眼睛是这样，就是这样，一双丹凤三角眼，两条柳叶吊梢眉，就跟王熙凤的那个长相一样。你这么看嘛，对不对？不是有这个花钱请那些什么网络这个网络宣传人员，这个钱呢，不如把这个钱请一个好一点的设计师，有一点点审美的设计师，咱好歹高低把这个项目给做得好看点。快不快咱都先按下不表，咱能不能把这个审美先给提上去，对吧？就那个长相你还想卖168万，我觉得卖68万我都有点嫌贵。比亚迪的个别粉丝呢还喜欢干一件事情，他们呢跟法拉利比通过性，跟保时捷比原地掉头，跟 SUV 奥迪 RSQ8 比圈速恨不得跟什么呢？跟什么美式大 V8 比油耗，跟卡罗拉比这个内饰做工用料比设计。然后还有一种特别离谱的说法是，我们普通人这一辈子有几次能下赛道的机会？我们普通人有几个人能把这台车开到极速？一台超跑它能不能下赛道，圈速快不快，有那么重要吗？只有那些赛道先人才会整天唯圈速论，这个说法其实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我们买保时捷、法拉利、莲花、迈凯伦，我们大多数的车主也不下赛道。但是大多数的车主不下赛道，就代表这个功能可以没有吗？那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凭什么可以称之为超跑呢？你这个车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你大多数的车主他用不用没有半毛钱的逻辑上的关系。就像我银行卡里有20亿我非得一天之内给它用完吗？但是你有没有20亿，这很重要。而且超跑它为什么能称之为超跑，它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溢价？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这个赛事参与经验历史上推出过非常多精彩的车型，就是这些统之为这个品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特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车一定要有超高的性能，不管你是极速也好，加速也好，赛道圈速也好，这些东西肯定多多少少都得有。不要求说你上市推出的量产车，在你推出的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上，量产试售版的基础上，你就必须立马就很快，这个不要求，但是你要有这个能力。第三点呢，就是你必须要有超级酷炫而且好看的外观。那我请问一下，比亚迪做到了哪一点？可能它加速能力是挺快极速也还凑合吧，但是
它的加速和它的极速能力，这一点恰恰是当今这个电动化时代最不值钱的东西。我这个视频我也不知道能存留多久啊，有可能，对吧？上了没一会儿就有可能会被举报下架了，兄弟们。我觉得比亚迪的一些极个别的粉丝啊，真的可能已经有点魔怔了。他们甚至有些已经魔怔到什么地步了？可能你今天晚上能睡觉，明天早上能起床，空气当中还有空气，太阳能正常的从东边升起，西边降下，你都得感谢比亚迪。真的就已经魔怔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呢，我倒其实也不是针对比亚迪仰望 U9啊，这个车呢要真是出来特别牛逼，圈速特别快啊，然后真的有超强的性能，我告诉你，我现在立马以一个360度翘臀的姿势给比亚迪滑跪过去给他道歉。那考虑到这个比亚迪的公关呢，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借车给我啊。所以呢，如果有提了仰望 U9 或者订了仰望 U9，等到时候车来了的朋友啊，我出5万块钱一天，然后租您的车，如果撞了我就全款买下啊。但是我刷圈，如果我只刷1圈，它自己坏了或者过热了，对不起，我不赔啊。万一我误解比亚迪了，还他一个清白嘛，对不对？没有别的恶意啊。那有这个对吧想法的朋友后台私信我。那 OK， 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